咱的生活里那些小事儿，比如5年前3块钱能买豆浆包子，现在得5块了。或者毕业找工作，有的人简历一投就收到好几个offer，有的人投了几十份都没回应。再比如爸妈常说的存钱，比钱利息能跑赢物价，现在可能连蔬菜涨价都赶不上。其实看似零散的小事儿，其实都跟一个大词儿宏观经济学紧密相连。我们平时在新闻里听到的那些词，比如 GDP 增长了 5%， 央行降息了，它们到底跟我们的工资、房贷、养老金有什么关系？ GDP 增长是不是意味着企业赚钱多，我们涨工资的机会就大了？ CPI 上涨 2%， 是不是说今年的钱比去年稍微不值钱了？央行降息了上半点，这些都是宏观经济学要给我们答案的问题。可能你会觉得，我又不是搞经济的，学这个有啥用？但你想想，无论是你个人理财，比如要不要买房，要不要买基金，还是想理解国家政策，比如政府为什么要发消费券，为什么要扶持新能源，甚至是看懂国际新闻，像中美贸易为什么会有摩擦，油价为什么忽高忽低，它就像一副透视镜，能帮我们透过表象看到经济运行最底层的逻辑。曼昆在《经济学原理》这本书的序言里说得特别好，经济学的那些大道理，比如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凯恩斯的总需求理论，可能不是只在某个特定时间和国家才适用，而是能给我们提供一双新的眼睛去观察这个世界，甚至能帮我们设计出更好的公共政策。所以说，宏观经济学不是一堆枯燥的公式和数字，它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思维工具。你看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的快速增长，让上亿人脱离了贫困，这背后就是宏观经济学里讲的长期增长逻辑，通过投资较中提升我们的生活水平。再比如，为啥美国学生关心中国经济，中国学生也关心美国经济？因为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美国的利率变动可能影响中国的出口，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可能影响全球工业品价格，这些都需要用宏观经济视角去理解。学宏观经济学，而是为了更理性、更清晰地面对生活中的经济困惑，理解这个复杂又紧密相连的经济世界。我们得先从最基础的学起，比如宏观经济学家是怎么给经济做体检的，他们常说的 GDP、CPI、失业率这些核心指标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只有看懂了这份体检报告，我们才能判断经济到底健康不健康。经济的成绩单 9GP， 想象一下，医生给人看病要测体温、量血压，我们分析经济也得有这些体检数据。这部分咱们重点聊3个最关键的指标， GDP、 通货膨胀相关指数和失业率。把这3个数看明白了，你就能大概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到底好不好。先来说第一个 GDP， 它就像一份经济的成绩单。简单讲， GDP 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间里，比如1年或1个季度，所有新生产出来的有用东西的总价值。这里面有2个关键词，新生产的和有用的。举个例子，你今年买了一套刚建好的新房，这套房子的价值会算进今年的 GDP， 但如果你买的是二手房，那它在建成的那年已经算过 GDP 了，现在再买卖就不重复计算了。再比如你在家给家人做饭，虽然辛苦，但没有经过市场交易就不算 GDP。 可餐馆厨师做同样的饭，他不可花钱买，这顿饭的价值就会被计入 GDP。 这就是市场交易和家庭自给自足的区别。那 GDP 高就一定代表生活好吗？也不一定。一个国家如果大力发展高污染的重工业，虽然 GDP 上去了，但老百姓呼吸的空气、喝的水都被污染了。还有 GDP 只算量不算质，2个国家 GDP 差不多，
但一个国家的教育、医疗、养老保障都很好，另一个国家这些公共服务很落后，你说哪个国家的人生活更幸福？所以我们看 GDP 不能只看数字大小，还得看它的构成和背后的代价。比如美国 GDP 里消费占了 70% 左右，老百姓买衣服、买车、出去旅游，这些消费都能拉动 GDP 里。而中国过去几十年 GDP 里投资和出口占比比较高，像建工厂、修高铁，把商品卖到国外，这些是拉动 GDP 的重要力量。但现在中国也在调整，想让消费在 GDP 中占比更高，因为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往往更稳定，也更能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看懂这些差异，你就能理解两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物价的温度计，通货膨胀指数，物价的温度及通货膨胀相关指数。我们常说钱越来越不值钱了，其实就是通货膨胀最直观的感受。想想看，20年前100块钱能买10斤猪肉，现在可能只能买3斤。10年前一碗牛肉面5块钱，现在可能要15块。这就是物价上涨带来的变化。但通货膨胀不是所有东西都涨价，比如手机、电脑这些科技产品，过去10几年价格反而降了，性能还越来越好。通货膨胀指的是整体物价水平的持续上升，而不是单个商品的价格变动。衡量通货膨胀最常用的2个指标是 CPI 和 GDP 平减指数。CPI 也就是消费物价指数，它就像给老百姓常买的一篮子东西定了个平均价，这篮子里有粮食、蔬菜、水果、衣服、房租、水电费，甚至还有理发探病的费用，基本涵盖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主要支出。统计部门每个月会去市场上调查这些商品的价格，计算出这一篮子商品的总价格，再和上个月去年同期比，看涨了多少。比如国家统计局说某月 CPI 同比上涨 2%， 意思就是和去年同一个月比，老百姓日常消费的商品平均涨价 2%。 这个涨幅属于比较温和的通胀，一般不会对生活造成太大压力。再看 GDP 平减指数，它的范围比 CPI 只算消费者买的东西，而 GDP 平减指数会把企业买的机器设备、政府建的公路桥梁，甚至出口到国外的商品，这些生产单的价格变动都算进去。比如某一年企业买的钢材价格涨了，政府建高铁的成本上升了，这些都会反映在 GDP 平减指数里，但不会反映在 CPI 里。所以我们看通胀有时候会发现 CPI 和 GDP 平减指数涨幅不一样，就是因为它能覆盖的范围不同。想了解老百姓生活成本的变化，看 CPI 更直观。想了解整个经济的物价总水平，民生的晴雨表、失业率，第3个指标，号称民生的晴雨表失业率。失业率高不高直接关系到很多家庭的生计，也是反映经济冷热最直接的信号之一。但首先得搞清楚，不是没工作的人都算失业。比如在家带娃的宝妈，她不想出去工作不算失业。在校学生没进入劳动力市场也不算失业。只有那些想找工作、正在找工作，比如投过简历、参加过招聘会，但暂时没找到工作的人才算失业。失业率背后也有很多门道，比如年轻人的失业率往往比中年人高。为什么？因为年轻人刚进入劳动力市场，对工作的期望可能比较高，换工作也比较频繁。有时候从一份工作辞职后，还没找到下一份工作，这段时间就会被进入失业。这叫摩擦性失业，是正常的现象，说明劳动力市场在灵活流动。但如果经济不好，比如遇到金融危机，企业订单减少，不得不裁员，导致很多人失业，这种失业叫周期性失业，就和经济波动直接相关了。比如某个行业衰落了，像过去的传统纺织业，这个行业的工人失业后，
发现自己的技能跟不上新兴行业，比如新能源、互联网的需求，找不到新工作，这种失业就需要通过职业培训来解决。我们看历史数据就能明白失业率的意义。美国大萧条时期失业率超过 25%， 意味着每4的劳动力中就有1个没工作，很多家庭连饭都吃不上，经济几乎陷入停滞。而中国在疫情后的一段时间里，政府马上出台了稳就业政策，比如给企业减税，鼓励企业吸纳就业，提供创业补贴，后来失业率逐步下降，这就说明经济在慢慢恢复。所以看失业率不仅能知道当下的就业情况，还能判断经济的冷热趋势。你可能会问，找懂这3个指标是我们理解后续内容的基础。比如后面我们要聊国家怎么变富，核心是 GDP 的长期增长，聊货币高了会怎么样，核心是通货膨胀的原因，聊经济波动时该怎么应对，也离不开失业率和 GDP 的变化。只有先把这些基础认知打牢，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宏观经济学的逻辑，看清经济运行的规律，国家变富的秘密。生产率，咱们先看一组数据。2023年美国人均 GDP 超过7万美元，德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也在4万美元以上，而一些非洲国家，比如埃塞俄比亚、马拉维，人均 GDP 还不到1000美元。再看看咱们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人均 GDP 只有385元人民币，折合成当时的汇率还不到200美元。到2023年，中国人均 GDP 已经突破 1.3 万美元，短短40多年增长了60多倍，让上亿人摆脱了贫困。这些巨大的贫富差距和惊人的增长奇迹背后，到底藏着什么规律？曼昆在书里给出了一个核心结论：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根本上取决于它生产物品与服务的能力，也就是生产率。简单说，就是一个国家的工人每小时能生产多少东西，生产的越多，老百姓能分到的蛋糕就越大。比如同样是生产衣服，A国的工人一天能生产20件，B国的工人一天只能生产5件，那 A国工人的工资大概率会比 B国高， B国老百姓能买到的衣服也会更多更便宜。再比如农业，过去中国农民靠人力插秧收割，1亩地1年只能产几百斤粮食，现在用拖拉机、收割机，还用上了2种和化肥，1亩地能产1000多斤粮食，不仅粮食够吃了，还能出口到国外，农民的收入也跟着涨，这就是生产率改变生活最直观的例子。那到底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生产率？曼昆总结了4大支柱，咱们一个个说，也就是工人在生产中使用的设备、厂房、工具等等。你想看，一个工人有一台先进的机器和一个只能靠手工操作的工人，生产效率肯定天差地别。比如中国制造业，过去很多工厂靠手工组装，一条生产线要几十个人，一天生产几百件产品。现在换成自动化生产线，只要几个人操作机器，一天就能生产几千件产品，而且质量更稳定。这就是物质资本提升带来的效率飞跃。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家物质资本多，有的国家少？关键在投资，他买机器、建厂房，才能积累更多物质资本。但企业的钱从哪来？要么是从银行贷的款，这就和咱们下一部分要聊的金融体系挂上了钩。金融体系的作用就是把老百姓的储蓄变成企业的投资，帮企业积累更多物质资本，进而提高生产率。而人力资本，也就是工人通过教育培训经验积累的知识和技能，同样是操作机器，一个经过专业培训的工人不仅操作得更快，还能及时发现机器故障，减少停工时间。而一个没经过培训的工人可能经常出错，还会损坏机器。这就是人力资本的差距。德国的制造业
为什么全球闻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有完善的职业教育。学生从中学开始就可以选择职业教育，一边学习理论知识，毕业时已经具备了熟练的技能，直接上岗。中国这些年也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就是想培养更多高技能工人，提升人力资本。还有健康，一个身体健康的工人能更专注的工作，请假少，而一个经常生病的工人，不仅工作效率低，还会影响团队进度。所以投资医疗改善公共卫生也是在积累人力资本。3. 自然资源，也就是大自然赋予的生产投入，比如土地、石油、矿产、森林、水资源等。中东的沙特、阿联酋等国家之所以能靠石油快速致富，就是因为他们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通过出口石油就能获得大量收入，进而提升生活水平。澳大利亚的矿产资源丰富，出口铁矿石、煤炭就能带来巨额财富。这已是自然资源不是万能的，很多资源匮乏的国家照样能成为富国。比如日本，国土面积小，自然资源几乎全靠进口，但它通过发展科技，提升人力资本，在汽车、电子、精密制造等领域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照样成为发达国家。反而有些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的国家，经济就会大幅波动。比如石油价格暴跌时，很多石油出口国的 GDP 会跟着下降，这说明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反而可能限制经济的长期增长。4. 技术知识，也就是社会对生产物品与服务的最佳方法的理解。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计算机、互联网，每一次重大的技术突破都能大幅提升生产率。比如互联网的出现，当信息传播变得更快、更便宜，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开展跨境贸易，老百姓可以通过互联网远程办公、在线学习，节省了通勤时间和学习成本。中国这些年在 5G、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突破，也在不断提升生产率。5. G 技术让工业互联网成为可能，工厂可以实现更智能的管理。新能源技术让电动车的成本下降，不仅减少了对石油的依赖。技术知识的积累，一方面靠企业的研发投入，比如华为每年投入几百亿研发资金，就是为了突破更多核心技术。另一方面靠政府的支持，比如政府设立科研基金，建设科研平台，保护知识产权，鼓励科学家和企业进行创新。搞懂了生产率的4大支柱，咱们就能明白政府该怎么制定政策助推经济长期增长。比如鼓励储蓄，可投资也积累物质资本。再比如重视教育和医疗，提升人力资本。还有合理用自然资源，以及加大研发投入，保护知识产权，推动技术创新。这些政策看似宏大，但最终都会落到提升生产率上。而生产率的提升才是国家变富、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的根本动力。当然，企业要投资，政府要推动技术创新，都需要钱，老百姓要储蓄，也需要一个安全高效的渠道，把钱用到刀刃上。这就需要一个完善的金融体系来连接储蓄和投资。经济的血脉，金融体系，咱们先想个问题。如果一个年轻人想创业开一家面包店，他需要租店面、买烤箱、精面粉、黄油，这些都需要钱，占他自己的积蓄不够。而另一个上班族每个月除了开支还能剩下2000块钱，想把钱存起来，最好还能有点收益。这时候怎么才能让上班族的闲置资金流到创业者手中，帮他实现创业梦，同时也让上班族获得收益呢？这就需要金融体系发挥作用了。金融体系就像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储蓄者手里的钱是血液，投资者比如需要钱的企业和个人，他们是需要血液的器官，而金融体系就是连接两者的血管。
把分散的储蓄集中起来，输送给需要资金的投资者。如果没有金融体系，储蓄者的钱可能只能躺在家里，没法产生价值。投资者有好项目，也会因为没钱而没法落地，经济增长自然就会变慢。具体来说，金融体系主要通过2大渠道连接储蓄者和投资者，一个是金融市场，一个是金融中介。它是储蓄者直接把钱借给投资者的地方，就像面对面交易。最常见的金融市场是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债券其实就是一种借条。当政府或企业需要钱时，就会发行债券向公众借钱，并且承诺在一定时间后归还本金，同时定期支付利息。比如政府要修一条高速公路，需要100亿，它可以发行100亿的国债，期限是10年，年利率是 3%。 如果上班族买了1万元的国债，就相当于把1万元借给了政府，政府会每年给上班族300元利息，10年后再把1万元本金还给上班族。通过债券市场拿到了修公路的钱，对于上班族来说，自己的储蓄有了稳定的收益，这就是双赢。比如华为、阿里巴巴这些大企业，有时候会通过发行企业债券来筹集资金，用于研发新产品或扩大生产。不过企业债券的风险比国债高一些，因为企业可能会面临经营困难，甚至还不上钱，所以企业债券的利率通常比国债高，风险和收益往往是成正比的。股票市场和债券不同，股票不是借条，而是企业的所有权凭证。如果面包店老板想扩大规模需要50万，他可以把自己的面包店分成50万股，每股1块钱，在股票市场上发行。如果上班族买了1万股，就相当于拥有了面包店 2% 的所有权，成为了面包店赚钱了。老板可能会把一部分利润分给股东，这就是分红。如果面包店的生意越来越好，市值上升，每股从1块钱涨到 1.5 块钱，上班族把股票卖掉还能赚5000块钱的差价。当然，如果面包店亏损，股票价格可能会下跌，上班族也会面临亏损。股票市场的好处是企业不用像还债券那样定期还本付息，减轻了还款压力。而投资者如果看好企业的发展，就能通过分红或股价上涨获得收益。同时，股票市场也能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一家企业的股票价格长期上涨，往往说明市场看好它的发展。德国股票价格突然倒跌，可能意味着企业遇到了麻烦。除了金融市场，金融中介是另一个重要渠道。它就像中间人，先从储蓄者手里吸收资金，再把资金借给投资者，相当于间接交易。最常见的金融中介是银行和共同基金。银行应该是大家最熟悉的金融中介了。上班族把每个月剩下的2000块钱存到银行，银行会给一定的存款利息，而面包店老板需要钱时，会向银行申请贷款利息。银行赚的就是贷款利息和存款利息之间的差额，也就是利差。对于储蓄者来说，把钱存到银行很安全，还有利息。对于投资者来说，不用自己去找储蓄者，直接找银行就能拿到钱，非常方便。除了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银行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创造货币。比如上班族存了1万元到银行，银行不需要把这1万元都放在金库里，按照规定只需要留下一部分，比如 10%， 也就是1000元作为存款准备金，应对可能的取款需求。剩下的9000元可以贷给面包店老板，面包店老板拿到9000元后，可能会把钱用来买烤箱，卖家拿到钱后又会把这9000元存到另一家银行，这家银行同样留下 10% 的准备金900元。
把剩下的8100元藏款通过1万元存款通过银行的贷款行为最终变成了10万元。这就是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为经济提供更多的流动性。共同基金，如果上班族想投资股票或债券，但自己不懂怎么选，也没精力去研究，就可以把钱交给共同基金。共同基金由专业的基金经理会把大家的钱集中起来，分散投资到多种股票、债券或其他金融资产上，比如既买科技公司的股票，还买一些企业债券。这样做的好处是分散风险，如果某一只股票下跌了，其他股票或债券可能会上涨，减少整体的亏损。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不用自己选股选债，只需要支付少量的管理费，就能享受到专业的投资服务，还能降低风险，非常适合没什么投资经验的人。不管是金融市场，他们最终都服务于一个核心规律：储蓄等于投资。整个社会的储蓄最终都会转化为投资。比如上班族存到银行的钱，银行贷给了面包店老板，老板用这笔钱买烤箱、进原料，这就是储蓄转化为了投资。上班族买了企业的股票或债券，企业拿到钱后用于扩大生产，这也是储蓄转化为了投资。如果储蓄不能顺利转化为投资，比如银行不敢贷款，或者投资者不敢投资，就会导致资金闲置，经济增长就会受到影响。不过这个转化过程也可能会受扰，比如政府的预算赤字。如果政府花的钱比收的税多，就会出现预算赤字。如果政府借的钱太多，就会占据大量的储蓄资金，导致市场上的资金变少。利率上升后，企业借钱的成本变高，可能就不敢贷款扩大生产了。政府的借款挤出了企业的投资，影响了储蓄向企业投资的转化。理解了金融体系如何连接储蓄者和投资者，以及储蓄等于投资的核心规律，咱们就能明白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行是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而金融体系要正常运作，如果市场上的货币太多或太少，都会影响利率和投资，进而影响经济。钱的秘密，货币与中央银行。咱们每天都在和钱打交道，买早餐付的现金，网购用的微信余额，发工资到账的银行卡数字，这些都是货币。但你有没有想过，货币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时候钱会不值钱？比如以前1块钱能买根冰棍，现在5块钱买的冰棍还没以前大。这背后其实是货币与物价的关系，以及通货膨胀的本质逻辑。首先得搞清楚，货币不只是钞票那么简单。在经济学里，货币是人们普遍接受的用于交换商品和服务的媒介。它有3个核心职能，少了任何一个都没法正常发挥作用。在没有货币的时代，人们只能以物易物，比如用1袋米换1件衣服。要是你有米，但想要的是鞋子，而有鞋子的人想要的是布，有了货币之后，你可以先把米卖掉换钱，再用钱买鞋子。现在咱们用微信、支付宝付款，本质上也是用电子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只是形态从纸质变成了数字。计价单位，比如我们说一件衣服200元，一杯咖啡30元，这里的元就是货币在充当计价单位，让不同商品的价值有了统一的衡量标准。要是没有这个职能，你就没法直接比较商品的价格，总不能说一件衣服等于5袋米，一杯咖啡等于2斤苹果，这样既麻烦又不准确。你今天赚的钱不用马上花掉，可以存起来，明天、下个月甚至几年后再花，这就是货币在帮你储藏价值。但要注意，这个职能不是绝对的。如果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今天能买10斤肉的钱，明年可能只能买2斤肉。这时候，货币的价值储藏功能就会大打折扣。从古代的黄金白银、商品货币，到后来的纸币法定货币，
再到现在的电子货币，货币的形态一直在变，但这3个核心职能从来没变过。而法定货币之所以能流通，关键在于国家信用。大家相信国家会保障货币的购买力，所以愿意接受它作为交换媒介。比如人民币背后是中国政府的信用，美元背后是美国政府的信用。要是国家信用出了问题，货币就会变成废纸。这在历史上有过很多教训。接下来要聊的是谁在管货币？答案是中央银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中央银行，比如美国的美联储，中们是唯一有权发行货币的机构，也负责调节市场上的货币量，维持货币稳定。咱们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例，它主要通过3种方式调节货币量。一、存款准备金率。前面聊金融体系时提到过，银行吸收存款后不用把所有钱都贷出去，需要留一部分作为存款准备金，以防储户突然取款。央行规定的存款准备金率，比如央行把存款准备金率从 8%， 意味着银行每吸收100元存款，原来要留10元作为准备金，现在只需要留8元，多出来的2元可以贷给企业或个人。这样一来，市场上能流通的货币就变多了，企业更容易借到钱买房和消费。反过来，如果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银行能贷出去的钱就变少，市场上的货币量会减少，能抑制经济过热。二、利率政策。央行会设定基准利率，比如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基准利率，会围绕基准利率互动。如果央行降低贷款基准利率，企业和个人贷款的成本会下降。比如以前贷款100万，每年要还5万利息，现在只要还4万，能带动投资和消费。如果央行提高贷款基准利率，贷款成本上升，能给经济降温。另外，央行还会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节利率，比如想降低利率，就从商业银行手里买国债，把钱交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手里的钱更多了，就会愿意以更低的利率放贷，想提高利率就把国债卖给商业银行，收回资金。商业银行手里的钱变少了，藏贷利率就会上升。3、再贴现率。如果商业银行资金紧张，急需用钱，可以把自己手里未到期的票据，比如企业给银行的欠条，先卖给央行获得资金，这个过程叫再贴现。央行收取的利率就是再贴现率。如果央行降低再贴现率，商业银行从央行借钱的成本变低，就会更愿意向央行借钱，然后再贷给企业和个人，增加市场货币量。反之，提高再贴现率会增加商业银行的借钱成本，从而减少市场货币量。央行调节货币量的目的是为了维持货币稳定和经济平稳增长，但如果调节不当，比如发行了过多的货币，就会引发一个严重的问题，通货膨胀。经济学里有个经典规律叫货币数量论，核心观点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导致整体物价水平持续上升。简单说就是市场上的钱变多了，但商品和服务的数量没怎么增加，每一块钱能买到的东西就变少了，物价自然会上涨。举个极端的例子，疯狂印钞弥补缺口，导致货币量急剧增加，最严重的时候通货膨胀率超过了2-3亿，早上能买一套房子的钱，到了晚上可能只能买一个面包，老百姓出门买东西要扛着一麻袋钱。后来甚至出现了用货币当燃料烧火的情况，因为货币的价值还不如柴火。最后津巴布韦不得不放弃本国货币，改用美元、欧元等外国货币，这就是货币超发的惨痛教训。再看咱们身边的例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很多国家都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也就是大量发行货币。中国也推出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虽然帮助经济渡过了难关，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物价。比如2010-2011年 CPI 涨幅一度超过 5%， 老百姓明显感觉到钱不够花了，蔬菜肉类、房价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需要注意的是，通货膨胀不是所有商品都涨价，而是整体物价水平的上涨。比如这些年，手机、电脑、家电等科技产品的价格不仅没涨，反而越来越便宜，性能还越来越好，这是因为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但粮食、蔬菜、房租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往往会随着货币量的增加而上涨，因为这些商品的供给增长速度赶不上货币量的增长速度。还有一个重要的规律叫费雪效应，说的是通货膨胀率和利率之间的关系。简单用公式概括就是名义利等实际利率加通货膨胀率。我们举个例子，你把钱存到银行，给的年利率是 3%， 这叫名义利率。如果当年的通货膨胀率是 2%， 那么你实际能获得的收益只有 1%， 这叫实际利率。如果通货膨胀率涨到 4%， 你的实际收益就变成了 1%， 相当于存钱还亏漏。所以银行在设定利率时会考虑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越高，名义利率通常也会越高，不然储户就不愿意存钱了。理解了货币的职能、央行的调控方式以及通货膨胀的本质，咱们就能明白，货币是一把双刃剑。适量的货币能促进经济增长，但过多的货币只会导致物价上涨，而货币量的变化又会直接影响经济的短期波动。比如货币过多可能导致经济过热，货币过少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经济的晴雨表短期波动，咱们生活中总有这样的感受。有的年份找工作特别容易，企业到处招人，可有的年份很多企业裁员，毕业生投几十份简历都没回音，连跳槽都不敢轻易动。这其实就是经济短期波动的直观体现。就像天气有晴有雨，经济也有好时候和坏时候，有时候增长快，就业稳，失业多。那经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时好时坏的波动？背后的核心逻辑其实是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博弈。在聊具体逻辑之前，咱们先明确经济波动的3大事实，这是理解短期波动的基础。一、经济波动是无规律且不可预测的，没有哪个经济学家能精准预测经济会在什么时候开始增长，什么时候会陷入衰退，也没法预测波动的幅度有多大。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很少有人能想到一场源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危机会引发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2020年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更是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经济就像一个复杂的机器，受到消费、投资政策、自然灾害、国际局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的变化往往是突发的、难以预测的，所以经济波动也没有固定的规律，而大多数宏观经济变量会同步变动。当经济陷入衰退时，不只是 GDP 会下降，失业率会上升，企业的利润会减少，居民的消费支出会下降，企业的投资也会减少，甚至股票价格都会下跌。这些变量往往会一荣俱荣。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的 GDP 出现负增长，失业率从 5% 左右飙升到 10% 以上，很多家庭减少了在汽车、家电等大型商品上的消费。股票市场也暴跌，道琼斯指数从14000多点跌到600多点。反过来，当经济繁荣时，这些变量都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GDP 增长加快，失业率下降，企业利润增加，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都更活跃，股票价格也会上涨。3. 产量下降往往伴随着失业上升。当经济衰退，企业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减少时，企业就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
要么裁员，要么减少招聘，导致失业率上升。比如疫情期间，很多餐饮、旅游企业因为无法正常营业，不得不裁员，导致服务业失业率大幅上升。一些制造业企业因为订单减少，也会让部分工人停工待岗。而当经济复苏，企业产量增加时，企业会需要更多的工人，失业率就会随之下降。这就说明，短期来看，失业率和产量之间存在着反向关系，产量越高，失业率越高。咱们再来聊核心的分析工具，总需求总供给模型。这个模型就像一个放大镜，能当咱们看清经济波动的本质。短期波动主要是由总需求或总供给的变动引起的，当总需求和总供给不匹配时，经济就会出现波动。总需求它指的是整个社会对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包括4个部分：居民消费、企业投资、政府支出和进出口。这4个部分中任何一个发生变动，都会导致总需求的变动。比如疫情期间，居民因为担心感染病毒，减少了外出就餐、旅游购物等消费，导致消费支出大幅下降，总需求也随之减少。企业因为不确定疫情会持续多久，不敢投资建新厂、买设备，投资支出下降也会导致总需求减少。总需求减少盘量，进而裁员，导致 GDP 下降，失业率上升，经济陷入衰退。再比如政府出台刺激政策，比如发消费券后会更愿意去买东西，总需求也会跟着增加。企业看到商品销量上升，就会扩大生产，招聘更多工人， GDP 增长加快，失业率下降，让经济逐渐复苏。这就是总需求变动影响经济波动的典型例子。总供给它指的是整个社会在不同价格水平下所能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和短期总供给和短期总供给。总供给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生产率，也就是咱们之前聊过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和技术知识。生产率越高，长期总供给越多，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也越高。所以长期总供给曲线是一条垂直的直线，不会随着价格水平的变动而变动，总供给会受到价格水平、工资、原材料价格等因素的影响。所以短期总供给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价格水平越高，企业愿意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越多，价格水平越低，企业愿意生产的越少。比如石油价格突然上涨，企业的生产成本会增加。如果产品价格不能及时上涨，企业的利润就会减少。很多企业会选择减少，导致短期总供给减少，短期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这时候即使总需求不变，物价也会上涨，产量会下降，也就是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出现的局面。20世纪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导致石油价格大幅上涨，就出现了严重的滞胀， GDP 增长放缓甚至下降，而通货膨胀率却居高不下，给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当总需求或总供给发生变动时，经济就会偏离原来的均衡状态，出现波动。既然经济会出现波动，那政府和央行能做些什么来稳定经济呢？主要有2种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它是央行通过调节货币量和利率来影响总需求的政策。当经济陷入衰退时，央行会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比如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利率，在公开市场上买入国债等。这些措施能增加市场上的货币量，降低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成本，刺激企业投资，需求增加。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把利率降到接近0的水平，还推出了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帮助美国经济走出衰退。财政政府通过调整支出和税收来影响总需求的政策。当经济衰退时，
政府会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如修建公路、铁路、医院等公共设施，还有减小税收，比如降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增加政府支出能直接增加总需求，减少税收能增加企业的利润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刺激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总需求增加带动经济增长。很多国家都推出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通过发补贴、减税、增加公共卫生支出等方式稳定经济和就业。不过，这些政策并不是万能的，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比如货币政策有延迟效应，从央行出台政策到政策发挥作用需要一段时间。有时候等政策起效时，经济可能已经自己开始复苏了，反而会导致经济过热。财政政策可能会导致政府预算赤字增加，如果赤字过高，会推高利率，挤出企业投资，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而且在面对滞胀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往往会陷入两难。如果采取扩张性经济增长，可能会加剧通货膨胀；如果采取紧缩性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又可能导致经济进一步衰退。理解了经济短期波动的原因和应对政策，咱们就能更理性地看待经济中的好时候和坏时候。但现在的经济是全球化的经济，一个国家的经济波动不仅会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比如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变动等。这些因素都会通过影响总需求或总供给，进而影响本国经济。世界是平的，开放经济。现在咱们买衣服可能是越南生产的，用的手机芯片可能来自台湾岛，组装在中国大陆，喝的咖啡豆子可能产自巴西。这就是全球化时代的常态，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能完全闭门造车，都要和世界其他国家发生贸易、资本、人员的往来，这就是开放经济的核心特征。在开放经济里，本国的经济不仅受国内消费投资政策的影响，还会被国际贸易、汇率变动、国际资本流动等外部因素牵动。这一部分咱们就从国际贸易、汇率、国际资本流动三个维度聊聊本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先从最直观的国际贸易说起。国际贸易就是一个国家出口商品和服务给其他国家，同时从其他国家进口商品和服务。衡量国际贸易的一个关键指标是净酬，如果出口等于进口，如果出口大于进口，进出口是正数，叫贸易顺差；如果进口大于出口，进出口是负数，叫贸易逆差。曼昆在微观经济学原理里提到过，贸易能使每个人状况更好，对国家来说也是比较优势。简单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擅长生产的商品，比如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衣服、玩具，因为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美国在技术密集型产品，比如飞机芯片、高端医疗设备上有优势，因为科技和人力资本更雄厚；大西在农产品，比如咖啡、大豆蔗糖上有优势，因为气候和土地资源适合农业生产。如果每个国家都专注生产自己有比较优势的商品，不仅能提高生产效率，还能让各国老百姓买到更便宜、更多样的商品。比如中国生产的衣服成本比美国低，出口到美国后，美国生产的飞机技术比中国先进，出口到中国后，中国航空公司能获得更高效的运输工具。这种分工合作让两国都受益。不过国际贸易也会带来一些挑战，比如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能会对美国的同类产业造成冲击，导致美国部分工人失业，这也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之一。从数据来看，不同国家的贸易结构差异很大。中国过去几十年一直是贸易顺差国，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出口的工业品占全球很大份额。这一方面拉动了中国的 GDP 增长，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也让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
而美国长期是贸易逆差国，因为美国消费者消费能力强，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大量的日用品、工业品。同时，美国的服务业，比如金融、教育、医疗，虽然出口额大，但不足以抵消商品进口的差额。不过，贸易逆差不一定是坏事。美国通过进口便宜的商品，降低了国内的物价水平，提高了消费者的生活质量。同时，其他国家拿着从美国赚来的美元，又会投资美国的国债、股票等资金支持。接下来聊汇率，也就是两种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比如1美元能换7元人民币，这的7，就是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就像货币的国际价格。它的变动会直接影响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汇率有两种标价方式，咱们平时看的大多是直接标价，比如1美元兑多少人民币，1欧元兑多少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分为升值和贬值。如果1美元从兑7元人民币变成兑 6.5 元人民币，说明人民币升值了，因为同样1美元能换到的人民币变少了，人民币更值钱了。反之，如果1美元从兑7元人民币变成兑5元人民币，说明人民币贬值了，人民币更不值钱了。汇率变动对进出口的影响很直接，比如人民币升值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衣服，1美元计价的价格会上涨。原来一件衣服卖10美元，相当于70元人民币，升值到 16.5 后，要保持70元人民币的成本，美元标价就得涨到 10.7 美元。美国消费者可能会因为价格上涨而减少购买，同时美国出口到中国的飞机以人民币计价的价格会下降，中国航空公司可能会增加购买。反过来，人民币贬值会让中国的出口商品更便宜，进口商品更贵，有助于扩大出口，减少进口。那么汇率是由什么决定的？长期来看，购买力评价是一个重要规律，也就是说，两种货币的汇率应该能让同一件商品在两个国家的价格相同。比如一个汉堡在中国卖14元人民币，在美国卖2美元，1美元应该兑7元人民币，这样汉堡在两国的价格才相等。如果实际汇率偏离了购买力评价，就会出现套利机会，比如1美元兑6元人民币。那么在美国买一个2美元的汉堡，到中国能卖14元人民币，换成美元就是 2.33 美元。这种套利行为会最终让汇率回到购买力评价附近。但短期来看，汇率会受到利率、通胀、种者失后，国际资本会流向美国抢购美元资产，导致美元升值。而中国如果降息，人民币的收益率下降，资本可能会流出中国，导致人民币贬值。政府也会干预汇率，比如当人民币贬值过快时，中国央行可能会卖出外汇储备，买入人民币，增加人民币的需求，稳定人民币汇率。最后聊国际资本流动，也就是资本在各国之间的转移，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有价证券投资。外国直接投资代是指外国企业或个人在本国直接开办工厂，设立分公司或者收购本国企业的股权，通常持股比例超过 10%。 比如丰田在中国建汽车工厂，苹果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对本国经济的好处很多，能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还能促进本国相关产业的发展。比如丰田建厂后会带动中国的汽车零部件产业。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这些投资不仅带来了技术和市场渠道，帮助中国企业融入全球产业链，是指外国企业或个人购买本国的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但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比如外国人买中国的国债，都属于外国有价证券投资。这种投资能为中国的金融市场带来资金，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如果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不乐观，
可能会大量抛售中国的股票和债券，导致资本外流，进而引发股市下跌，汇率贬值，对本国经济造成冲击。比如2018年，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加剧，部分外国投资者抛售中国股票，导致人民币汇率也面临一定的贬值压力，国际资本流动它会受到利率差的影响。如果本国利率高于外国利率，国际资本会流向本国，因为能获得更高的收益。如果本国利率低于外国利率，资本会流出本国。比如2023年美国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将利率提高到 5% 以上，中国的利率相对较低，导致部分资本从中国流向美国，对人民币汇率和中国的金融市场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不过开放经济带来的不只是机遇，比如国际贸易会让本国的部分产业面临外国竞争的压力，导致一些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国际资本流动的剧烈波动可能会引发金融动荡，汇率的大幅变动会影响本国企业的进出口成本和利润。这就需要政府制定合理的政策，比如通过关税配额等措施保护本国的优质产业，通过外汇管制、宏观实现政策稳定资本流动和汇率，在享受开放经济红利的同时，防范外部风险，理解了开放经济下本国与世界的联系，咱们就能更全面地看待宏观经济问题。比如为什么中国要重视一带一路倡议？因为这能扩大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为什么美国要打贸易战？因为美国认为贸易逆差损害了本国的产业和就业，想通过加征关税等方式减少进口，扩大出口。但这些政策选择往往不是非黑即白的。比如加征关税虽然能保护本国产业，但会导致本国消费者买不到便宜的进口商品，还可能引发对方的报复，损害本国出口企业的利益。这就涉及到宏观政策的两难选择，也是咱们下一部分要探讨的核心内容。政策的两难，宏观政策的争议。在前面的内容里，咱们聊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能调节经济波动，促进增长。但实际操作中，这些政策的选择往往不是1+1=2的简单计算，而是充满了争议和两难。比如想刺激经济可能会推高通胀，想控制赤字，想稳定物价可能会牺牲就业。宏观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家们对很多政策的看法都存在分歧，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这一部分咱们就聚焦3个最核心的争议问题，看看政策选择背后的复杂权衡。争议1：宏观政策应该主动稳定经济吗？支持者比如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本身是不稳定的，会因为消费和投资的突然变动而出现波动，比如企业突然对未来失去信心，减少投资，就会导致总需求下降，经济陷入衰退。这时候政府和央行不能袖手旁观，应该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比如降息和放钱，以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比如增加支出、减税等，刺激总需求，帮经济回到均衡状态。就像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国推出奥巴马新政，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给居民发补贴刺激消费。美联储则把利率降到接近0，还推出量化宽松政策，这些措施确实帮助美国经济逐步走衰退。中国在疫情初期推出的减税降费、加大新基建投资等政策，也有效缓解了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稳定了就业。反对者比如货币主义者却认为，政策不仅不能稳定经济，反而可能添乱。核心原因是政策存在实质效应，从经济出现问题到政策制定者发现问题，再到出台政策，最后政策发挥作用需要很长时间。比如经济刚开始衰退时，政策制定者可能要几个月后才意识到经济真的不行了，等政策出台后又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真正影响经济。如果在政策起效时，经济已经自己开始复苏了，
那么这些扩张性政策就会导致经济过热，推高通货膨胀。就像20世纪70年代，美国为了刺激经济长期采取扩张性政策，结果不仅没解决失业问题，还导致了严重的滞胀，通胀率一度超过 10%， 失业率也居高不下。反对者还认为市场本身有自我调节能力，比如经济衰退时物价和工资会逐渐下降，企业成本降低后会重新扩大生产，失业率也会慢慢下降，不需要政府干预。争议2，政府应该平衡预算吗？政府长期出现预算赤字，花的钱比收的税多，会带来很多问题。首先，政府为了弥补赤字需要发行国债借钱，这会占用市场上的资金，导致利率上升，企业借钱的成本变高。比如原本想建工厂的企业，因为利率太高而放弃投资，这就是挤出效应，会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其次，长期赤字会导致政府债务累积，比如现在很多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例已经超过 100%， 未来需要靠增加税收来偿还债务，这会加重下一代人的负担，相当于透支未来。还有，如果市场对政府的偿债能力失去信心，可能会拒绝购买政府债券，导致政府无法借到钱，甚至引发债务危机。就像希腊在2010年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就是因为长期赤字导致债务过高，最终不得不靠欧盟救助。反对者则认为，预算赤字不是洪水猛兽，在特定情况下赤字是必要的，比如经济衰退时，政府如果为了平衡预算而减少支出，增加税收，会进一步抑制总需求，让经济衰退更严重。就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一些国家为了平衡预算，削减了社会福利支出，提高了税收，结果导致居民消费进一步下降，企业利润减少，失业率飙升，让萧条持续了更长时间。此外，政府借的钱如果用于投资，比如修公路、建学校、搞研发，能提升国家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这如中国过去几十年修建的高铁、高速公路，虽然很多是靠政府举债建设的，但这些基础设施极大地降低了物流成本，方便了人员流动，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从长期来看是划算的，只要政府债务的增长速度低于 GDP 的增长速度，债务占 GDP 的比例就会逐渐下降，不会对经济造成太大压力。比如中国的政府债务率虽然在上升，最经济仍在增长，有能力应对债务问题。争议3，中央银行应该以零通胀为目标吗？支持零通胀目标的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会带来很多危害。首先，通胀会扭曲价格信号，比如原本一件商品价格上涨，但通胀导致所有商品价格都上涨，企业很难判断到底是需求真的增加了，这会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降低市场效率。其次，通胀会侵蚀居民的储蓄，如果通胀率是 5%， 而银行存款利率是 3%， 那么把钱存银行，实际购买力会每年下降 2%， 相当于存钱还亏钱。这对靠储蓄养老的老年人影响尤其大。还有，通胀会加剧收入不平等，工资上涨往往跟不上通胀速度，普通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会下降，而拥有房产、股票等资产的人，资产价格会随着通胀上涨，财富会增加，导致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比如新西兰储备银行，明确把零通胀或逼通胀作为首要目标，通过货币政策严格控制通胀。反对零通胀目标的经济学家则认为，轻微的通胀比如 2% 左右对经济是有利的。首先，轻微通胀能让工资和价格更灵活，在现实中工资很难下降，
比如企业很少会给员工直接降薪，否则会打击员工积极性，但轻微通胀可以让实际工资间接下降。比如通胀率是 2%， 工资上涨 1%， 企业不用直接降薪就能降低成本，这有助于企业在经济不好时维持就业，减少失业。如果物价持续下降，居民会觉得明天买更便宜，就会推迟消费，企业会觉得明天卖更便宜，就会推迟投资，导致总需求下降，经济陷入衰退。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就出现了长期通缩，消费和投资低迷，经济增长停滞了10几年，被称为失去的20年。此外，轻微通胀还能给央行留下政策空间。如果经济衰退，央行可以通过降息刺激经济，但如果通胀为零，利率可能已经很低，甚至接近零，央行没有太多降息空间，政策效果会大打折扣。曼昆在书中给出了一个理性的视角，经济学理论本身不会给出所有问题的正确答案，但它为找到答案提供了关键工具。这意味着宏观政策没有一刀切的完美方案，需要结合具体的国情、经济环境、时间节点来判断。在经济严重衰退时，主动出台刺激政策可能更有必要，但在经济平稳增长时，过度干预反而可能导致波动。在政府债务率较低时，适当的赤字投资是可行的，但如果债务率过高，就需要控制赤字。在通胀严重时，控制通胀应该优先，但在通缩风险较大时，保持轻微通胀更有利。这些宏观经济学不是要记住每个政策一定对，而是要理解不同政策背后的逻辑、收益和成本，学会用权衡的思维看待政策选择。比如看到政府出台刺激政策，不能简单的说好或不好，而要思考这个政策能刺激多少需求，会推高多少通胀，会增加多少债务，这些影响哪个更重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宏观经济的复杂性，也才能为后续形成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思维打下基础，看懂世界的透视镜。宏观经济学思维，读到这里，咱们已经把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过了一遍，从 GDP 通胀、失业率这些基础指标，到长期增长的密码、金融体系的运作，再到短期波动的规律、开放经济的联系，以及政策选择的两难。但宏观经济学不只是一堆知识点的堆砌，更重要的是它能给我们一套核心思维，帮我们把零散的经济现象串联起来，看懂背后的底层逻辑。第一个核心思维，用数据说话，不被表面现象迷惑。生活中，我们常听到各种关于经济的说法，比如现在经济不行了，但这些感受往往是主观的、片面的。学了宏观经济学，我们就知道要去看具体的数据， CPI 涨幅是否在合理范围，失业率有没有超过自然失业率。比如有人说钱不值钱了，我们可以去查 CPI 数据，如果 CPI 同比上涨 2%， 说明整体物价温和上涨，属于正常范围。但如果 CPI 上涨超过 5%， 那才是真的面临较明显的通胀压力。再比如有人说经济衰退了，我们可以看 GDP 是否连续2个季度下降，这是很多国家定义衰退的标准。同时结合失业率、企业投资等数据做支撑，才能对经济形势有客观理性的认知，不被情绪或片面观点带偏。第二的核心思维，看到关联。宏观经济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一个变量的变动往往会引发连锁反应。比如央行降息不只是影响房贷利率，还会影响企业投资、股市、汇率甚至国际贸易。降息让企业借钱成本降低，可能会扩大生产，让股市资金变多，可能推动股价上涨，让人民币收益率下降，仍能导致资本外流，人民币贬值。
而人民币贬值又会让中国出口商品更便宜，进而影响进出口。再比如美国加息，不只是影响美国经济，它会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其他国家。资本流向美国可能导致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贬值，股市下跌。如果这些国家有大量美元债务，美元升值还会增加偿债压力，甚至引发金融危机。学了宏观经济学，我们就能跳出就事论事的局限，看到不同经济变量不同国家之间的关联，理解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逻辑。第三个核心思维，接受权衡，不追求完美答案。宏观经济里没有既要又要还要的完美选择，任何政策都有收益和成本，需要在不同目标之间权衡。比如想刺激经济增长，可能就要接受一定的通胀；想控制通胀，可能就要牺牲一部分增长和就业；想扩大出口，可能就要面对贸易摩擦的风险；想保护本国产业，可能就要让消费者买更贵的进口商品。就像疫情期间，各国在防控疫情和恢复经济之间权衡。严格防控能减少感染，但会限制人员流动，影响消费和生产；放松防控能恢复经济，但会增加感染风险，加重医疗负担。没有哪个选择是绝对正确的，关键是根据本国的疫情形势、医疗资源、经济承受能力。这种权衡思维不仅能帮我们理解宏观政策的选择，也能让我们在生活中更理性。说到底，宏观经济学不是一门记住公式就能得分的学科，而是一套帮我们看懂世界的工具。它不能预测明天的股市会涨还是跌，但它能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房价会涨，为什么政府要搞双循环，为什么中美贸易会有摩擦。这些问题背后都是宏观经济的底层逻辑在起作用。不管你未来是普通消费者还是政策制定者，这套核心思维都能帮你更清晰地理解这个复杂的经济世界。消费时知道物价变动的原因，投资时明白风险和收益的关系，看新闻时能读懂政策背后的逻辑。就像曼昆说的，经济学是观察世界的新透镜。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学习，你能拿起这副透镜，看到更本质、更清晰的经济真相，做出更明智的选择。